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在北约呀，就是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这个问题上呢，已经达成了一致。就是美国有 M1A2这种重型坦克，英国有挑战者2这种坦克，德国有豹2这种坦克，这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重型坦克。他们准备向乌克兰来提供，因为乌克兰在这个地面作战的时候，特别需要这样的陆战之王。那么现在呢，就是谁最先向乌克兰来提供这样的坦克，或者是这3个国家同时就是向乌克兰提供答案现在已经来了，就是英国是率先要向乌克兰提供14辆到18辆这样的主战坦克。那么为什么是英国挑这个头呢？因为从2战以后，就是英国和当时苏联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不好。那么这个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是在下院在演讲中就第一次提出来冷战这个词就是现在不是热战，而是冷战，因为大家都有核武器。那么这个北约和华约又是对峙的军事集团。那么进入了新世纪以后，实际上这个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并没有改善那么他们呢，在外交上是敌对的，他们在军事上是对峙的，他们在经济贸易上呢也是相互不合作的。所以这个矛盾呢，积怨甚长，积怨甚深。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由于英国它是跟美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实际上呢，在这个俄乌冲突中呢，一直是追随美国，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相关的武器装备。那么当然也是要积极的制裁俄罗斯。所以呢，在现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就是俄乌的战场主要现在是在地面进行交战，那么特别需要坦克、装甲车这样的就是陆战装备来争夺相关的军事要地。那么这个现在呢，由于乌克兰急需这样的装备，那么英国呢就率先向他表示要提供这样的装备。那么我们再讲，就是这种挑战者2这种重型的坦克性能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说它是性能非常先进的坦克，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呢，实际上英国呢用这种挑战者2呢已经参加了就是相关的这种军事行动和作战。当然这个英国和伊拉克的这个战力或者是军力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时还有美国。那么现在呢，如果把这样的装备提供给乌克兰，可以说这个给他是雪中送炭。因为现在是这个在乌克兰呢已经是冰封雪冻的这个季节了，那么乌克兰呢又是平原，所以有了这样的主战坦克呢，一个是装甲厚，一个是火力猛，还有一个呢就是行进的这个速度快。很显然在争夺就是重要的战略要地的时候呢，可以打前锋就是先用火力压制对方，然后呢进攻，后面跟着这个装甲车和这个步兵战车来争夺陆地上的这个阵地。这个就是装备应该说是非常先进的。我记得当时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就是英国的陆战旅长曾经到我们国防大学的外军班来参加过学习。当时我也是那个班的，就是中国的学员，我们应该说同学。当时我们这个参观呢，就是在广西桂林，我们有一个机械化部队的一个旅合成旅他参观了之后看到我们中型坦克，就说你这个坦克根本跟我们挑战者2根本没法相比装甲也没法比，火炮也没法比。后来出了这个军营，我就跟他说，你看看广西这个环境因为大家知道桂林山水甲天下它那儿都是水田，还有一个呢它的桥梁呢也不可能禁住你50-60吨的这么一个坦克的重量，可能有的小桥就过不去。所以我说你们的挑战者2如果到了广西桂林这个地方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就要用中型的坦克。但是你在东北这样的环境里边我们国家东北那用起来是非常好的。这次呢，如果英国把这样的坦克送到乌克兰去给这个俄乌冲突，那再使用起来，我相信它的作用还是可
可以发挥出来的。那么我们再讲啊，就是英国是准备提供10几辆啊，那么美国如果再提供，还有德国也提供呢，当然可以给乌克兰的这个陆战的力量增添这个地面上的就是进攻的这种很好的武器装备。但是呢，它也有问题，就是英国的这个坦克、德国的坦克、美国的坦克，它并不是弹药通用，并不是备件都能够通用的。那么你的这些人员，就是一旦发生了坦克，比如说有故障，或者是炮弹不够用的时候，那是要管不同的国家去要的那不是说能够通用的，所以带来维修保障、训练上的很多的麻烦。但是呢，在当前就是战况非常激烈的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现在乌克兰是急需这样的陆战之王，急需相关的装甲运兵车。当然，美国和这个法国也答应就是尽快的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这些装备。当然，俄罗斯他也不在乎，他就说你反正西方已经提供了那么多武器装备了，我现在俄罗斯也有特90M跟你不相上下的这个坦克，我也有反坦克的武器咱们既然已经耗了这么长的时间，咱们就继续打，继续耗。所以呢，俄罗斯就是看到了这个英国的表态，看到了美国的表态，他自己也做出了表态。实际上，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俄乌冲突通过谈判的方式，政治的解决就是谈判来解决而不要老是在这个问题上供火浇油。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北约还有西方国家仍然是希望把这场战事呢继续的延续下去。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